蛛网行动中，俄罗斯41架战略轰炸机受损，需要多少时间和成本，俄罗斯才能恢复战略轰炸力量？乌军这次的行动导致俄罗斯遭受自开战以来最严重的损失，俄罗斯34%的远程航空兵陷入瘫痪。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就没有从零开始生产过一架新的战略轰炸机，即使是图160，那也只是偏好机。问题来了，俄罗斯怎么做才能弥补蛛网行动的损失？轰炸机那么贵重，为什么俄罗斯不设置保护措施？按照乌克兰安全局的说法，蛛网行动造成俄罗斯大约70亿美元的损失，但火力军要说的是，实际损失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俄罗斯想恢复那些损失的战略轰炸力量，代价太高了。就目前来看，在俄罗斯境内与战略轰炸机有关的飞机制造厂其实没几个，一个是别里耶夫飞机场，位于罗斯托夫州的塔甘罗格，之前负责将图95升级为图95 MSM， 也生产过一些大型军用飞机，比如以1276为平台的 A50， 梁赞的第360航空维修厂也能维修图95 MS， 还有喀山飞机制造厂，就是那个号称重建图160生产线的厂家，也负责升级图22 M3 的工作。那么这几个飞机制造厂有能力生产图95 MS 与图22 M3， 以弥补蛛网行动的损失吗？很遗憾，并不能。苏联解体之后，图95的生产分工体系就已经瓦解，缺乏完整生产链，如航电、复合材料的配套企业分散在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并且过去那么长时间，生产商早就找不到了，俄罗斯本土产业链也没能实现替代。从1992年开始，图95就已经停产，想继续生产图95恢复生产线，那就掏钱。很明显，俄罗斯不会这样干。俄罗斯现在的图95 MS 都是从老旧机体改进而来，那些飞机制造厂只负责维护和升级，与重新生产轰炸机有很大的区别。数量是肯定不能补充回来的，但战力应该可以。火力军的看法是，俄罗斯大概会利用升级后的图95 MSM 来弥补战略力量的缺口。2020年8月，俄罗斯就表示，图95 MSM 在塔甘罗格机场完成首飞，战力提升1倍。只不过升级速度很慢，乌军的蛛网行动刚好可以强迫俄罗斯加快升级速度。乌克兰这也算是做好人好事了。俄罗斯目前拥有的40至60架图95 MS 中，并不是全部具备飞行能力。从2013年开始，俄罗斯就计划将图95 MS 升级为图95 MSM， 使其携带 KH-101，但只有部分图95 MS 才能升级，另外一部分无法进行现代化升级，只能扔到仓库中充当零件机。那些能升级的图95 MS 大概有38架，就数量来看，去掉被炸的，俄罗斯勉强可以弥补蛛网行动的损失。毕竟按照俄罗斯的说法，图95 MSM 的战力翻了1倍，升级10几架之后就可以宣称战略打击力量已恢复。至于图22 M3， 自然也不能通过重建生产线恢复力量。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图22 M3 这东西战力提升并不是很大，损失就损失了吧。在蛛网行动之前，就有图22 M3 不少被乌克兰击落，或在地面被摧毁，即使幸存下来，也有一部分处于失修状态。在现役的3款战略轰炸机中，图22 M3 就是地位最低的那个。图160重建了生产线，图95不断进行升级，轮到图22 M3 之后，生产线不可能重启，升级也遥遥无期。俄罗斯那边一直有一个图22 M3M 升级计划，但进展极为缓慢。从这点来看，俄罗斯因图22 M3 损失的战略打击力量大概率是不能修复了，这个重任只能落在图95 MSM 上。不过在乌俄战争结束之前，俄罗斯恐怕没有这个能力恢复那些损失的战略轰炸力量。至于图160，想都别想。虽然按照俄罗斯的说法，现在已经恢复图160的生产线，但是有消息称，俄罗斯最近这几年交付的图160依旧是拼出来的，其核心部件，比如钛合金机身结构、发动机，仍依赖苏联库存，并不是完全自主新建产能。即使如此，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仅组装了2架图160。就这个产量来看，恢复这12架被炸的轰炸机，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加上图95 MS 机体寿命的问题，对于俄罗斯来说，恢复那些战略轰炸机损失的最佳途径，也就是建造全新的飞机，也就是 PAK-DA 计划。2007年，俄罗斯正式提出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 PAK-DA 的主要要求就是隐身能力、远程打击能力以及独立作战能力。最初预计将于2025年首飞，到2027年投入使用。只是等到2021年，只有最终的设计布局获得批准，到现在也没有原型机，只有用于地面测试的静态模型，
批量生产也需要几年时间，估计在未来10年内，我们都很难看到 PAKDA。不过目前有报道称，因为蛛网行动的影响，俄罗斯可能会加速 PAKDA 的建造计划。根据预计 ，PAKDA 原来会在2030年代末投入使用，现在可能会提前到2030年代中期。但拖延了那么久，俄罗斯到底能不能实现也是未知数。就以上这些情况来看，想要计划那些被摧毁的战略轰炸机，让俄罗斯损失了多少钱，不仅要考虑飞行单价，其后续弥补战略力量缺口的价格也要算进去，比如 PAKDA 的开发成本。按照这种逻辑，俄罗斯可不止损失70亿美元，而这个数字恐怕要翻好几倍。就比如美军的 B2， 如果将总项目成本平摊给21架飞机， B2 的单价达到了21.3亿美元。这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轰炸机那么值钱，俄罗斯为什么还要露天停放，不采取保护措施，比如机库？从目前流出的视频来看，那些遇袭的俄军轰炸机都是露天投放，保护措施基本为零。无人机发动攻击时，因为威力的缘故，很难对战略轰炸机造成严重损失。无人机只能集中攻击机翼，破坏其内部油箱，并引燃其泄漏的燃料，最终对战略轰炸机造成更大的伤害。从这个杀伤方式来看，如果有机库的话，俄罗斯的损失就不会那么大。那为什么不建呢？这个问题不仅俄罗斯如此，美国那边也是如此。其 B-52 和 B-1B 战略轰炸机大部分都是露天停放，也就只有 B2 这种隐身轰炸机，因为隐身涂料的缘故，能享受到恒温恒湿的封闭式机库。至于为什么都不建机库，社交媒体上有消息称，那是因为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双方的战略轰炸机必须露天停放，方便对方卫星的核查。这个消息其实是假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没有那么沙雕的规定，条约规定的是不能修建隐蔽机库，比如建在山体里的那种。双方核查战略轰炸机数量，卫星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还是要真人到地方一个一个看。而且在2020年之后，美俄就没有互派过调查团了。在2023年初，普京就宣布暂缓执行条约。美国国务院也认为，从2023年开始，这个条约的限制等于不存在。所以不为轰炸机加机库的原因，不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原因其实很简单，太贵了。一个战略轰炸机长宽50-60米，而一个标准战略轰炸机机库标准是严格的，抗打击、抗电磁、核防护以及钢筋混凝土都是标配。这还只是单纯的建造，考虑到贪腐、人力成本、运维成本，俄罗斯根本承担不起。总共就那么点军费，修完拿什么买游艇建别墅啊？另一边，战略轰炸机通常部署在本国纵深机场，不容易遭受攻击。机场也拥有必要的警卫人员和相关设施，能阻止敌方人员渗透到可以用火箭筒破坏飞机的范围。加上大型机库的造价太贵，在低威胁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建造，于是美俄轰炸机就直接裸奔了。美国这边国内的空军基地里只有少数机库用于存放 B2， 在威胁较大的前线机场才会增加机库的数量。俄罗斯这边空军基地普遍缺乏机库，毕竟没有隐身轰炸机。当然这里有一个意外，那就是以色列。由于国土纵深较窄，并且周边全是敌人，所以以色列很喜欢修建机库。事实证明，这些机库的确可以保护飞机。不过随着无人机的升级，机库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目前俄罗斯已经开始在空军基地建造加固机库，以应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不过那种可以容纳战略轰炸机的大型机库群，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完成。所以不仅俄罗斯担心，美国也在找办法，按照美国空军之前的设想，可以为停放飞机设置开放式机棚或可收放式的屏障网，以防备无人机的直接突袭。俄罗斯这边已经被乌克兰无人机炸了很多次了，也做了一些防御措施。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基地远离前线，只能依靠无人机自己的图像识别技术识别目标，并对其发动打击。于是俄罗斯开始想办法修改轰炸机的外形，比如将轮胎放在机翼表面，或者在地面上制造假飞机，误导无人机的图像识别。就结果来看，机身上放置轮胎并不能影响识别，但是可以降低置信度。在地面上画飞机能骗到一些无人机，倒不如假模型好用。总的来说，蛛网行动不是为俄罗斯去军事化，消灭那些远程导弹的发射平台，算是给俄罗斯去核武化。图 2M3 图 95MS 不是普通的战术飞机，而是俄罗斯核力量的一部分，属于搭载核弹头的战略武器。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些就是消耗品，没了就没了，也无法补充。想要恢复这些战略力量，俄罗斯恐怕5年内都无法做到。如果是以 PAKDA 来补充，那起步就是10年的时间，以及数百亿美元的资金。
乌俄战场之上，俄军开始训练士兵使用冷兵器作战。根据俄罗斯报的报道，俄军开始训练士兵的近身格斗技能，并表示刀不是用来切菜的，铲不是用来挖土的，徒手格斗也不是用来比赛的。在战场之上，只要能战胜敌人，任何手段都可以。对此，火力军只能表示，在乌俄战场之上，训练近身格斗的确可以，但对于俄军士兵来说，不如将这个时间用来训练操作无人机。按照媒体的报道，俄军士兵的近身训练包括枪托、刺刀、小型步兵铲或其他手边工具作战。比如小型步兵铲不仅可以用来修建防御工事，还能当作距离攻击手段。教官向士兵讲述投掷武器的弹道学原理，并建造特殊标靶，让那些受训士兵训练那些格斗技能。火力军觉得没问题，好歹还能强身健体。但这个投掷小型步兵铲打击地方实在是太抽象了，是手枪不好用，还是步枪没子弹？论射程、精度、便捷，手枪与步枪都更强。投掷小型步兵铲的时间，不如多打2发子弹练练准度，或者在训练基地跑2圈，增加一下存活率。只要跑得足够快，受伤的就不一定是自己。俄军士兵能用到这种小型步兵铲的场景，其实就只有一个：手枪、步枪没子弹，前面还有几个全副武装的无军士兵。在这种情况下，小型步兵铲真没什么作用。想要英勇就义，那就上；想要活下来，那就乖乖投降。至于战斗场景，出现在乌俄战场的次数屈指可数，无人机才是主流。想要锻炼身体，平常早上出个操就行了。而且根据当前的战场情况来看，俄军士兵的训练时间本来就不多，一些士兵甚至没有训练就被拉到战场上，现在还要浪费时间在格斗上。从阴谋论的角度考虑，俄军这是直接把新兵当炮灰，迟早都要躺板板，就别在这儿浪费子弹了。相比之下，法国这边已经在测试机动微型工厂，作战时每小时能建造10架 FPV 无人机。法国陆军第17炮兵营最近与本土新创公司合作，使用机动微型工厂在前线地区制造 FPV 无人机。这个微型工厂差不多可以理解为一个机动卡车，士兵在车厢内使用 3D 打印设备快速生产、制造与组装无人机。报道称，仅需3小时就可以生产1架 FPV 无人机。设备同时运作下，平均每小时制作10架 FPV 无人机，目前正在测试中。将制造无人机的方法搬到前线，火力军记得美军那边也有类似的操作，通过快速自主与分散式制造的方式，摆脱对传统工业供应链的依赖，并强化部队的作战效率。既然法国开始测试了，那么下一步就是将其丢到战场进行实战了。比如乌俄战场，俄军那边还在训练士兵的近战能力，扭头一看，乌军的 FPV 无人机满天飞，这怎么打呀？拿小型步兵铲把无人机打下来吗？这种事情想想就行了。冷战结束之后，丹麦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逐步削减军备规模和军力建设。虽然美国一直强调军费支出要占到 GDP 的 2% 以上，只是丹麦一直没达到，原本计划到2030年实现永久性达标。但是乌俄战争的爆发以及特朗普提出的从欧洲防务抽身，促使欧洲开始重新武装自己。2024年的时候，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克里森提出了一项重新武装军队并实现现代化的计划，还计划到2028年增加59亿美元国防开支。在重新武装军队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扩大征兵范围。在此之前，丹麦的女性可以自愿加入武装部队，但不需要服义务兵役。但是从2026年开始，招募女兵服义务兵役，以扩充军力并增加服兵役时长。不过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这个时间有所提前。按照丹麦国防部长波尔森最近的说法，首批18岁丹麦女兵将于今年7月1日入伍，成为继挪威和瑞典之后第3个要求女性在军队服役的欧洲国家。在2010年的时候，瑞典曾因有足够的支援者废除了男子义务兵役，但是在2017年恢复，每年选拔大约10万名年满18岁的男女服役1年。挪威那边自20世纪初独立以来就一直实施义务兵役制，在2015年将所有女性也纳入征兵范围。丹麦实行女性义务兵役制度后，兵力将会大幅扩充。在此之前，丹麦每年大约有5000人服役，其中 25% 是女性。计划生效之后，这个数字将增加到每年5000人。除了增加增兵范围，兵役时长也从4个月增加到11个月。应征士兵将先接受5个月的基本训练，之后是6个月的业务服务以及补充训练。当然，仅扩军不增加军费也是不行的。就丹麦当前的计划来看，到2028年将增加59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这使得其国防预算超越北约所要求的 2%。接下来很可能再次增加到 5%。新增军费将用于开发陆基防空系统，
到2028年组建一个最多6000人的重型步兵旅，以参加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任务。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俄罗斯或许很快就会对北欧动手。丹麦重整军备的确很有必要，不过也不用太过担心，仅靠北欧的力量已经足以应对俄罗斯的入侵。在局部战争中，一定是北欧占据优势。英国积压了几十年的核潜艇终于开始报废了。根据战区的报道，英国退役的快速号核潜艇已经开始切割进行报废处理，这是英国核动力潜艇中第一艘完全拆卸和退役的。一般情况下，核潜艇退役后，其残存的核燃料存在一定的泄漏风险，可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需要接受彻底的无害化处理。只是自1980年以来，英国陆续退役了几十艘核潜艇，但没有任何报废处理，都是封存起来。这些核潜艇的平均服役时间为26年，退役后又被封存了几十年，甚至出现了封存时间比服役时间还长的情况。没办法，核潜艇的处理是很麻烦的。首先要借助一些特殊器材，从核反应堆中取出核燃料，之后拆解核潜艇，并将受到辐射的部分单独处理。之前英国只有一家公司具备核潜艇拆卸和拆除资质，但是在2004年的时候，该公司就因为清除设施不达标而失去资格，加上资金的问题，这事儿就一直拖了下来。就目前来看，想要处理那些退役核潜艇以及核废料，并没有完美的处置办法。当时美军第2艘核潜艇海狼号退役，对钠冷却反应堆的退役处置方法就是把燃料的堆芯构件取出，然后将核反应堆拆除，装在浮船上扔到大西洋的海底。只是这种向海洋倾倒核废料的方法与现在日本排放核废水有得一拼，当时就遭到了禁止。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建造专门的封存地点，将核废料和受辐射污染的艇身永久封存。美军这边在被禁止向海洋倾倒核废料后，就启动了核动力舰船和核潜艇退役计划，采用反应堆舱整体切割储存方案，不拆解反应堆舱，先卸除核燃料，舱室进行全密封。美国具有陆上核废料储存条件及设施，将反应堆舱切割后送到陆上专设储存库进行长期封存。但对其他一些面积并没有那么大的北约国家来说，核潜艇的报废处置难度不亚于对付一艘核潜艇。火力军认为，作为核潜艇的元老级用户，英国军方肯定知道这种方式，只是不想花钱而已。对一艘核潜艇进行彻底无害化处理，预计将花费1.12亿美元。想要妥善处理封存的所有退役核潜艇，皇家海军需要投入大笔资金，现在是几十艘，后面会越来越多。问题是，将潜艇封存起来也会花钱。根据英国国家审计署的统计，从1980年到2017年，这笔开销达到了6.46亿美元。长期封存退役核潜艇还影响了英国皇家海军海上作战能力的发挥，比如大量未处理的退役核潜艇占用了有限的码头空间和潜艇维护人员，影响到现役核潜艇的检修工作。在处理那些退役核潜艇，艇上还需要保留部分艇员。英国皇家海军潜艇部队的人数本来就不多，这下更少了，需要付钱还需要人员支出，不如赶紧把那些核潜艇处理掉。于是在2024年，英国启动快速号核潜艇的拆解工作，由英国巴布科克集团负责，并已与威利亚环境集团签订回收合同，运用特殊方式对快速号核潜艇进行拆解。拆解下来的核潜艇组件近90%可回收利用，快速号核潜艇则作为示范项目，成为英国第一艘完全拆解和处置的退役核潜艇。按计划，该艇将在2026年前完成拆解。如果顺利执行，那么困扰英国几十年的问题就将得到解决。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军士兵的小型步兵产投掷战术在战场上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